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制作這一朵925銀的罌粟花的墜子。從這支影片開始呢，我想推出一個新的每月專題。那這個專題會以一件完整的作品為主題，從一開始的設計發想、紙模製作、材料準備到最後完成作品，我會帶大家一步一步的了解整個創作的過程。每一次專題也會使用到不同的精工技法，比如說像鍛敲成型，然後珐琅、金屬上色、鑄造，或者是各種金屬結構的製作。我希望大家學習的不會只是某一種技巧，而是可以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慢慢累積自己的創作能力，最後可以做出具有自己風格的作品。這邊也要順便跟剛剛加入的朋友介紹一下。如果你還不曉得，我的頻道目前有開放會員。那目前的熔煉者會員呢，每個月至少會有1支的會員影片，內容會分享一些我沒有在公開影片裡面放進來的這個精工技巧，或者是工具使用，然後還有一些材料知識，或者是我自己實驗的一些配方，還有比較深入的技法解析。然後接下來呢，我也準備新增一個塑形者會員。塑形者會員除了可以觀看熔煉者會員的所有內容之外，還會有每個月1次的完整專題教學。那內容會包括我的設計過程，還有作品的發想、材料清單、設計圖稿以及完整的制作流程，然後讓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完成一件作品。不過目前塑形者會員還沒有正式開放，等我準備完成以後，我會再通知大家。然後今天的這個罌粟花的制作，就是塑形者專題的第一個作品。那在我正式開放之前呢，我會先把這支影片公開給大家參考，也希望大家可以從裡面找到自己的創作靈感。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吧。好，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工具跟材料。那第一個呢，當然就是你的圖稿。你要怎麼樣制作這個東西，你必須要先有一個設計的規劃。像我平常在制作跟植物或者是昆蟲相關的設計的時候，我會有一個參考的素材來源。就比如說我想要做某一種類型的植物或某一種類型的花朵，我可能會先上網看一下，這個花朵它的構造，還有它的特色，以及它的不同的面向，然後我會去收集一些這樣子相關的圖片下來，然後一方面是我們必須要參考一下它的結構。其實做創作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你怎麼樣去抓到這種自然形態的樣貌，你不用100%模仿它，但是你必須要抓到它的精髓。所以你可以在瀏覽過大量的圖片，就是它的不同的姿態，或者是它有不同的品種。像我今天要做的是罌粟花。我們如果找到了你自己喜歡的圖案之後呢，我會建議說，我們在把它轉換成金屬之前，我們一定要做紙模，因為紙模它是一個不管是在尺寸或者是在造型上面，它都可以很接近金屬的一個替代品。所以我在找到像這樣子我想要做的圖案之後，我就會去開始做紙模。一開始做紙模的時候，我當然就是隨意的剪下來我自己覺得差不多，或者是我覺得大小比較合適的造型。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我甚至還有在這個紙上面做了一點像花瓣的這種折痕，盡量接近我之後要做成金屬的樣子。這個紙模就是我第一次剪下來之後再修修剪剪，然後不斷的調整之後，我覺得稍微比較接近我心目中想要的形狀跟大小。那之後呢，我就會把它放進電腦裡面製作成電腦稿。那製作成電腦稿有幾個好處，一個就是你可以複刻它，你可以複製它，然後再來就是你要等比例的放大跟縮小，你把它做成電腦稿以後都很方便。那你一旦紙模做出来以後，你就可以評估你的这個作品到時候做出來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一樣好看。我其實在做每一個植物的時候，我都一定會做紙模。
因為紙模真的很重要，它是一個讓你練習這個對稱、比例還有平衡的一個美感的一個方法。所以你紙模做久了以後，你就會知道，其實大自然有很多東西都是按照一定的美的標準在運作的。那這個就是紙模的練習，我覺得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那之後我們在每一個月的像這樣子的專題課程裡面，我都會盡量先以紙模來呈現，然後跟大家說我是怎麼樣從設計開始，然後一直到轉換到金屬上面。等我已經非常確定這個紙模就是我要的比例的時候，我就會把它列印出來，把它的分解圖列印出來。這個時候你就要考慮到，你在把它做成金屬的时候，什麼樣子的做法會讓你比較輕鬆？比如說我讓它，底下這兩片是同一片，上面這兩個是同一片，我這樣就可以減少我切鋸跟焊接的次數。但是這樣子的做法呢，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會比較生硬。但是我覺得大家在剛開始練習的時候，可以盡量簡化就盡量簡化，不要做得太複雜，我覺得會比較有成就感。你可以依照你的不同需求去做不同比例的這個大小。我就直接把它用貼紙印出來，我等一下就直接把它貼在金屬上。好，這個就是紙模的部分。然後基本上今天會用到的工具大部分是這樣，還有焊接工具。我今天會示範的是用925銀來製作。那你們在練習的時候可以不需要用到925銀，你們可以用紅銅或黃銅，它們材質比較便宜，然後很適合當做練習使用，然後它們做出來的效果也會很漂亮。好，貼完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鋸了。然後我喜歡用貼紙的原因就是我這個貼紙如果貼錯了，我可以撕下來重複再重新貼。任何可以固定你的紙片的膠水都可以。那唯一的重點就是不要讓你在鋸的時候它會一直掀起來。這個特別是你在鋸一些細節的時候，這個紙一直翹起來，你要必須得一直壓着它，也會影響這個鋸東西鋸起來的精細度。今天用的是20的鋸絲。那因為我今天的圖案並沒有非常細緻的這個鏤空，所以我今天就用20的鋸絲。然後一樣鋸之前呢，我們先上一點這個鋸蠟，幫助鋸絲潤滑。從最近的入口先進去。好，这2塊銀板都鋸下來了。好，我們先把這個貼紙撕下來。好，那我們就先去退火吧。好，在退火之前呢，我在想有一些朋友可能對退火沒有那麼熟悉，所以我先大概講一下退火的原理。那退火，因為我們這個金屬板呢是現成的金屬板，那它都是經過加工處理過的，所以它們目前都是硬化的狀態。那我們要透過退火，讓這個金屬軟化，讓金屬裡面的分子變得比較鬆散，它變得比較軟，那我們才能繼續後續的，比如說搓修或者是成型這樣子的工序。那退火的溫度呢？如果以925銀來說，退火溫度大概是600度左右。其實大部分的金屬，你只要觀察它的顏色變化，你就會知道它的退火到了沒。銀上面有一點點粉紅色，那就表示這個部分的退火溫度已經到了。那我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均勻的繞圈圈在你的金屬板上面，你會看到它慢慢的變色。你會看到它已經有一點呈現粉紅色啊，這裡就是已經退火狀態到了。好，這樣子就是已經退火完成了。那退火完成以後呢，你會看到925銀退火以後，它的這個氧化物全部浮上來，所以我們還要再經過制酸，讓它還原成銀的顏色。
好，我們剛剛自酸完了，然後我跟大家提一下，這個自酸呢，我用的是硫酸氫鈉，然後因為硫酸氫鈉它可以不需要加熱，然後稍微泡一下，泡個幾分鐘，其實就會很乾淨了。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一些這個花瓣上面的紋路，可以再參考一下我的這張照片，可以看到這個花瓣上面呢有很多這個細微的凹凸面。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用敲打的質感來做這樣子的表現。通常呢，我會直接在這個花瓣上面，順着這個花瓣的方向這樣子敲過去。比如說，我會把這個中間當做一個同心圓，然後往四面八方往這個方向去敲，稍微把你的金屬畫出一些方向。這樣你就知道你等一下在下錘的時候要怎麼走。我今天會用到的是像這樣做金工最基本的這種5分錘。那它的好處是因為它的這個錘子的頭比較大比較重，所以你在錘的時候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制造出一些紋路。雖然我這個圖是畫這樣一條線一條線一條線，但是我實際在敲的時候，我是會先敲上端這個上半部，把它紋路都敲完以後，我再移下來敲第2階段跟第3階段，把它分成這樣1道、2道、3道這樣敲完。因為這個錘子的面並沒有那麼長，我沒有辦法一次整個面都敲到紋路，所以我不如把它分成3段，每一段的中間你就盡量有一點重疊，它就不會顯得很生硬。那重點就是你必須得不停的旋轉它，不然如果你不旋轉它，它的這個紋路會是同一個方向，那就會比較死板一點。那接下來我們再敲下面這一層，那下面這一層跟上面這一層盡量要有一點重疊，它的線條才會比較自然。好，那我現在拿這個酒精把奇異筆擦乾淨給你們看一下。敲起來大概就是像這樣子的效果，它就是線條是很隨機的，但是它也沒有亂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它的這個線條它還是，它雖然不是從頭到尾是一直線，它是有一點錯位的，但它基本上它還是一個，你可以看出來它是一個順的線條。這樣交叉的線條它就不漂亮，所以我們在敲的時候呢，特別是你是第一次做敲擊的這個做法的人呢，我會建議說，你就輕輕敲，然後慢慢的敲，動作不要太快。剛把2片這個花瓣上面的質感都敲完了，那大概是這個樣子。那接着呢，我們就要來錯修，稍微把這個邊緣稍微錯修一下，讓它不要那麼刮手。那為什麼我沒有在敲紋之前就先搓修？就是因為，我知道我等一下會敲到這個邊緣，因為這個金屬經過擠壓以後，它會往不同的方向延展，所以如果我事先就先修好以後，我等一下敲完，我勢必還要再修一次，因為這個金屬會被敲得有點變形，所以我全部都留到敲完以後，我再來修整這個邊緣的比較刮手的部分。像我這邊準備了一個400號的砂紙棒，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砂紙棒來做研磨，直接在這個側邊以及這個邊緣的凹角一次都把它修好。好，我把它拉近給大家看，還沒有修的地方，它就是剛剛切鋸過的，有一點鋸齒狀的這個痕跡。那修完了，它就是比較光滑的面。所以如果你有吊鑽的話，我是比較推薦你直接用吊鑽夾着砂紙棒直接來研磨，它是最快最省力的。
那側邊修完以後，可以修這個阿角，這樣很快的就修完一個側面跟一個正面的阿角。那當然背面也要用這個砂紙棒稍微把這個周圍的阿角把它磨出來。那接着，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它做成弧形，那我們剛剛敲完質感以後，金屬基本上也是已經硬化了，所以我們又要再去退火一次，然後自酸完，等一下就可以過來做成型的動作了。好，那接着我們就要來做這個花瓣的弧度了。然後我們還可以再把我們的剛剛這張彩色的圖拿出來看一下，研究一下這個花瓣它的這個弧度是從哪邊開始，然後要往哪邊去。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裡面這個小片的就是這個裡面的這一塊，然後這個大片的就是橫的這一塊。小片的這個花瓣，它基本上呢，就是它的凹陷處會在中間，就是這樣子一個碗狀的形狀。但是花瓣的邊緣它又是往後面翻的，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兩種弧度，一個就是這裡的弧度要往下，然後花瓣的弧度要往外，大概就是這樣子。那這個的原理也差不多，但是最後兩個弧度敲起來是要可以疊在一起，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兩個焊接在一起，所以它們的這個中心點的這個弧度是要可以碰在一起才能焊接。好，我們先來做一下這個弧度。那我會用尼龍錘的原因是因為它不傷金屬。那我們剛剛已經在金屬上面都做好質感了，所以我們現在要避免的就是這個金屬上面不要再增加其他的質感了。那你如果用金屬錘敲的話，很可能你剛剛敲的這些質感都會平掉，就會不見。所以我就用尼龍錘來敲。好，我先把中間製造一點弧度。你看這樣子，它很容易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弧度了。接着呢，我要反過來，因為我這邊花瓣的周圍它是有一點點弧度的，那我就可以把它靠在比較邊緣的地方去敲這個花瓣的邊緣。這樣它就這邊就會有一點點往下的弧度，然後中間也有一個也是有一個往下的弧度。好，那我現在改用這個橡皮來跟大家示範一下。比較要注意的是，你這只拿着花瓣的這個手，你要稍微抬一下，抬起來一個角度，讓它有往下的空間。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這邊就有一個很自然的這樣子的弧度。好，那我等一下這邊也會再示範一次。手稍微抬起來，然後只敲花瓣的邊緣。基本上就是你手抬得多高，它弧度就會多大，然後中間再加強一下。好，那我現在稍微敲出一點點弧度了，然後我覺得還可以再加強一點，讓它這個弧度更大。但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步驟。你如果覺得敲一敲它有一點敲不下去了，那我們就再去退火，再來敲一次，然後一直不斷的重複這樣子，一直到你覺得這個弧度是你要的，那就可以停下來了。那我繼續把它敲完。這個是我剛剛退了2次火，然後來回重複的敲的這個弧度大概是這個樣子。這個弧度敲完了以後呢，它雖然已經有80%的這個形狀都差不多了，但是它有一些細節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這張照片，它有很多
就是起伏，這個花瓣的邊緣有一些起伏，那這個就比較沒有辦法用敲打的方式來製作，這時候我們就要用鉗子。如果你有這種不傷金屬的這種矽膠的鉗子，你就可以用這種，但沒有的話，我們就用一般的圓鉗，可以拿這種點灰布，這個絕緣膠帶，可以把它纏在你的鉗子上面。好，比如說我現在這個邊緣，我希望它有一點點起伏，我就可以直接夾在它的邊緣。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花瓣，就會比較自然，這個線條就比較自然，不會是一整個這樣圓圓的。然後，当然，这個弧度跟這個皺褶的大小，你們都可以自己去調整到你們自己覺得比較自然，或者是你們比較喜歡的這個角度。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兩個金屬焊接在一起。比如說，我現在這個面跟這個面它是吻合的，像這樣我們就可以去焊接了。那我們先把它焊接在一起，焊接完以後，我們再來調整它的形狀。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焊接。那這個我今天用的是高溫焊藥，還有這個膏狀的助焊劑。我先塗助焊劑在上面，在焊接的兩個面都要塗上助焊劑。然後我等一下會把高溫焊藥先溶在這個金屬上面，然後再把這個金屬放在上面以後加熱，讓焊藥從上面這一片流到下面，把兩個金屬焊在一起。我先稍微加熱一下助焊劑，我把高溫焊藥放在上面，我先把它溶在這一片金屬上。好，它已經溶在這片金屬上了。然後接着我就要把它放上來，先稍微用第三只手稍微固定一下，因為上面這片花瓣它是有一點點弧度的，所以我只有拿第三只手稍微把它靠住而已，我沒有去夾它。然後等一下我在加熱的時候，我可能會把火比較集中加熱在底下的這一個金屬板上，然後讓上面的焊藥往下面流，先均勻的加熱。然後你可以從側邊看到這個焊藥有沒有在流動，看到焊藥流動就 OK 了。那我們再翻到另外一面來看它有沒有流進來。好，這樣也有，這樣子就焊接完了。只要你的這個焊接物夠吻合，它其實焊接起來會非常的快。好，我們先把它自栓，自栓完我們再來做花蕊的部分。好，這個花蕊的部分呢，我準備了3根這個3公分的長度3公分的925銀線，然後這個是0.9 米里的。然後我現在打算要把這個兩端都燒成一顆銀球。我先沾助焊劑，前後都沾一點助焊劑。你有沾助焊劑，它會溶的會比較順利。如果你沒有沾助焊劑，因為這個是925銀，所以它溶的不會那麼漂亮。那我們先前後都多沾一點助焊劑，等它燒的時候就會這個球就會溶的比較好看一點。不然有時候925銀因為裡面有銅合金的關係，所以在燒的時候它會有時候會有皺皺的，它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圓那麼漂亮。然後這個蕊的大小就取決於你自己想要它多大或者是多小都可以。好，我這樣就融了3根銀球，然後一樣把它自栓以後，我們等一下再來做花蕊。好，我們剛剛做好了3個這個花蕊，就是把兩頭都做隆，然後讓它隆成2顆球。然後我做了3根，接着我就要把這個花蕊對折，對折完以後，我們再把它焊接在一起。你可以拿鉗子夾在這個花蕊的中心，大約就可以了。然後把這個花蕊的2端往上面拖。好，等一下這3個花蕊呢，我就可以把它焊接在一起，像這樣子排列焊接在一起。那我希望這個尾端可以再靠攏一點，所以我們可以拿平鉗把它尾端夾一下。讓它更靠近一點。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去焊接，把它焊成這樣子的位置。好，等一下焊接這3個花蕊的元件呢，我們一樣用高溫焊藥。那我們使用焊藥的時機，一樣都是從高中低溫開始。那如果單獨的個別的元件要焊接，首先都要用高溫。2個焊接完的元件要再焊在一起，我們再考慮用中溫。好，我剛剛塗好助焊劑，我在每一個接觸的地方都放上焊藥，等下加熱它們就可以焊藥就可以一起流動。稍微遠一點，把火拿遠一點，把那個助焊劑先加熱一下。然後看到助焊劑已經變透明以後，我們就可以把火稍微靠近你的焊接位置。好，這樣子就焊起來了。你可以看到我的焊药把所有的縫隙都填滿了。接着我們就可以去自栓，然後再來把它成型。好，那這個是剛剛我們焊接起來的這個花蕊。那我現在要把它變成立體的，就是要把它折起來。那我這邊有一個小棒子，你可以拿筆或者是任何就是你覺得形狀尺寸剛好的都可以。我把它頂在中間，然後把這個花蕊往下扳。因為這個花蕊是925銀，所以基本上它蠻硬的，它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就是用手這樣一捏它就變形。所以我可以拿一根棒子，把它頂住這個中心，然後把花蕊往下扳。當然，你這棒子越細，你的這個間距就可以越小。然后這个花蕊都包上來了以後，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它的這個位置。那我剛剛是用了3根，所以我可以做出6個點，6個花蕊。我剛剛有一些畫面沒有拍到，我在這邊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我就把這個花蕊折了一半下來，就是每一根都這麼長，然後我從一半的地方把它折下來。折完了以後，你反過來看，這邊就是這個罌粟花的這個雌蕊跟雄蕊。那中間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焊接把3根 U 型的花蕊焊在一起的這個部分。那再稍微調整一下，
讓它比較平均分布，看起來像一個這個心形的形狀。那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做成了一個這個雄蕊跟雌蕊合在一起的這個中心。因為這邊是漢藥，那我等一下會用銼刀把這個分界的線條做得再明確一點。然後弄完了以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焊接到剛剛已經成型好的這個罌粟花裡面。好，我先來修這個花蕊的部分。好，這樣子就修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正中間要有一個心形的這樣子的線條出來。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去焊接了。好，那剛剛我們這個花蕊還有花瓣的部分全部都是用高溫焊藥，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用中溫焊藥把這兩個元件焊接在一起。那一樣，我先塗上助焊劑，在要焊接的地方。接下來我就要把焊药放在這個花瓣跟這個蕊中間交界的地方，所以我要準備的是比較小顆的中溫焊藥。好，我先稍微加熱一下，把助焊劑都作用完。好，然後我這邊有放了幾顆小顆的中溫焊藥。我打算一顆一顆焊，我會放在花蕊跟花瓣中間的位置。那因為花蕊比較細，那花瓣又面積又比較大。所以我們的火盡量加熱在大的面積上。好，第一顆已經吸進去了，然後我打算在它的對面也先焊接一顆。把它的位置至少都先確定下來。那其他的，如果這個花蕊有比較沒有碰到這個花瓣的地方，我們再用鉗子稍微調整一下，把花蕊跟花瓣的接觸面盡量多一點。我們第一個要先看的都是先焊接觸面比較多的。那焊點盡量多，它當然就是能接觸到的地方，盡量都把它焊起來。如果不行的話，你就用鉗子再稍微調整一下你的花蕊的地方，讓它盡量可以跟花瓣貼在一起。我會建議說，至少你要焊3到4個地方，平均不要只焊在某一側。好，那你如果前後左右至少有4個地方都有焊接到的話，那這樣子就可以了。那我們先拿去自穿。好，我剛剛有一個地方忘了跟大家講，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造型它有一點碗狀，就是有一點收起來的這樣子的弧形。那我們的火在加熱的時候呢，盡量要從側邊，不要從正上方，因為這個碗形的形狀，它會讓火焰呢被包覆在這個碗裡面，出不去，它散不開。所以你如果從正上方加熱的時候，這個碗裡面的火就會直接往上噴，就直接會燒到你這個火槍的這個槍嘴，然後也很容易造成回火，就是把這個槍嘴阻塞。
所以我們在焊接像這樣子碗形的造型的時候呢，你的火槍要比較注意，就是盡量從側邊加熱，不要從正上方。特別是你把距離壓得很近的時候，這個火都會直接噴回去你的火槍裡面。那像這種手持式的瓦斯火槍就比較危險，因為它有很多地方是不耐熱的，除了這個嘴巴它是金屬的之外，其他的地方很多都是塑膠的，所以它並沒有辦法防火。那我們在焊接的時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火槍不要離得太近，然後也不要從正上方，這樣子才不會危險。好，我們剛剛已經焊接完中間的花蕊，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墜頭。那我今天想要幫它搭配的是像這樣比較硬式的頸圈。我希望它的墜頭是隱藏式的，我大概是坐在背後的這個位置，我戴起來會是像這樣子的狀態。那在焊接墜頭之前呢，我們還有最後一次可以修磨的機會，所以我等一下要把背後有一些刮痕、邊緣有一點比較銳利的地方，全部都再用砂紙棒全部再做過一遍，然後我們再來焊接這個墜頭。好，我們都修磨完了以後，接着我們要來做它的墜頭。1.5 mm 的引線，也是925銀的，然後把它繞成了一個半圓。我打算要焊在這個位置。我們在做墜頭的時候，有幾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你這個墜頭的位置，你焊接完以後，不能讓這個墜子會翻來翻去，所以你可能要先找到你的重心，然後再來是，因為我要穿過像這樣子造型的頸圈，這個頸圈能不能過去這個位置，這個都是你要在焊接之前就要考慮進去的，不然你焊接完以後發現頸圈過不去，那你就白做了。好，那我們等一下先去焊接這個墜頭，那這個墜子就差不多要做完了。好，接着我們要來焊接後面的這個墜頭，然後因為我們剛剛的前面呢已經有用過中溫了，我們用中溫焊接這個花蕊跟花瓣，所以我現在打算要做一點點防護，我要塗一點點黃土在這個他們焊接的這個位置，因為我擔心等一下如果焊接後面的墜頭我也是用中溫的話，這個前面剛剛焊過的這個花蕊跟花瓣中間的焊藥可能會稍微流動一下，那我在剛剛焊接過的地方塗上黃土，它就可以主焊。當然基本上是不太有可能会動，因為只要你焊接的速度夠快，那這個基本上原本的焊藥是不太会流，就算它有流動，它也只是会在原地稍微融一下，又馬上凝結起来，不太会東西會滑掉，除非你真的加熱太久。但是保險起見，我還是塗一點點黃土在上面，然後等一下要焊接的位置，我們要塗一下助焊劑，墜頭也要塗助焊劑。等一下我打算先把焊藥融在我的墜頭上，然後把它放在上面之後，再讓這個焊藥溶解。因為這個墜頭呢，它算是整個墜子最重要的一個結構，所有的承重都是要靠這個墜頭來承擔，所以我會建議說，我們焊藥不要太小塊，但是也不要讓它流得到處都是，所以等一下焊接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先把墜頭跟焊藥靠在一起，然後我会再沾一點助焊劑，然後把它放在我要焊接的位置。這個時候你可以用第三隻手稍微幫你固定一下位置。
擺好我要的位置之後，就可以來焊接了。那我們等一下焊接的時候，還是要把大部分的火力放在底板上，因為底板的面積還是比較大的。我這邊已經焊住了，那我先把第3隻手移走，因為這邊這個角度我看不到，所以我必須得把它轉過來，從這邊焊我才看得到這邊的焊藥或有沒有流動。好，那你看到焊药都流動就 OK 了。那我們這個墜頭也焊接完了，你看一下前面，很好，都沒有移動。好，那我們再把它拿去自酸。好，我們焊接完，然後也自酸完了，這個墜頭也已經焊完了。然後我現在要來試一下它過不過得去這個墜頭。好，看起來是 OK 的。好，然後接着我們就可以來決定這個墜子的表面處理。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霧白的顏色，其實它是銀的原色。那你如果有在市面上看到一些亮銀的這個表面處理，這個都是經過拋光過的。那因為霧白的銀呢，它很難保留下來，因為你很容易因為一點摩擦或者一點刮痕，它就會被你弄亮。所以雖然霧白很漂亮，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得稍微研磨一下，讓它露出一點點金屬的光澤。一方面是因為這個霧白銀是真的很難保留住，因為你看我只要稍微摩擦一下，它這個邊緣就會有光亮的痕跡。那我稍微把這個亮銀的表面做出來，也是因為我們剛剛做的質感。在亮銀的效果下面會比較明顯。那你也可以選擇去把它硫化以後再做局部的拋光，這個效果都會是不同的。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去嘗試，因為光是表面處理，其實金屬就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處理方法。那我把它局部刷亮，等一下也會跟我的這個頸圈顏色稍微比較搭配一點，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效果。它的局部呢是亮面的，那保留一點點霧面霧白的效果。等一下再經過上蠟，那銀就比較不會氧化。好，那我現在可以把它穿上去。那我們今天這個罌粟花的銀墜子就完成了。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剛剛在鏡頭外面又做了一個黃銅的版本。這兩個罌粟花其實都是用同一份設計圖製作出來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材質或者是表面處理的方法，還有一些這個細節上面姿態的調整，你就可以看出這兩件作品有不一樣的個性。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金工很有趣的地方。設計圖它只是一個開始，那真正可以讓作品產生生命的，就是每個人在製作過程中加入的想法。所以如果你做這件作品，也不一定要完全照着我的版本來做，你可以嘗試改變它的材質或者是紋理，然後加入自己的風格，創造出屬於你自己的罌粟花。如果你有完成這件作品呢，我也很歡迎你們把照片分享給我，或者是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作品連結。那我會挑選一些作品，可以在之後的專題影片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們可以看看同一份設計圖在不同人的手中會產生什麼樣子的變化啊！非常期待看到大家創作的作品。那我們下次就在我們的塑形者專題裡面見吧，拜拜。